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何孟樺議員、徐玉璞副秘書長、唐湘龍先生、洪孟楷委員、游淑慧議員。好，今天全世界都關心的事情呢，就是川普跟習近平談了什麼。川普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早呢談，那最早說談1個鐘頭表定，後來呢談了2個小時40分鐘，比預期久很多哈。然後呢2個人握手，大家都在算了，握多久？握多久？說握了15秒，是全世界最強2個國家的這個領袖呢握手握了15秒。那說是習近平是高規格接待川普啊，現場有21響禮炮，還有小朋友獻花啊，然後川普呢就把他這個握拳的這個手勢出來跟小朋友打招呼，所以呢小朋友有熱烈的歡迎他啊。那基本上呢，習近平祝賀美國獨立250週年，他說中美合則兩利，鬥則都受傷啊。那另外呢，川普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者，而且他說我只說實話啊，偉大就是偉大。川普喊了，美中關係會比以往更融洽啊。那另外呢，習近平3問川普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啊，喊話說我們不要做對手，中美關係穩定至關重要啊。那他主要講這個了啊，要開創大國關係。然後呢，攜手應付全球挑戰，給世界帶入更多的穩定性，能不能着眼於兩國人民的福祉跟人類前途的命運，共創兩國關係美好的未來？看起來這格局是蠻大的了哈。那另外呢，這個川普對習近平說，能成為你的朋友，對美國來講意義重大，因為川普一直講說，習近平是我好朋友，習近平是我好朋友。不過當然不止習近平了，普丁也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好朋友哈。另外呢，他說這個中美關係現在是史上最好台獨跟台海和平不容啊，我想這個是習近平一再強調的哈。那習近平說，台灣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問題，處理不好十分危險啊。所以基本上呢，這個而且說習近平一開始就談了，以前都是客氣一番再談，這是一開始單刀直入就告訴他啊。所以呢，說本來氣氛還蠻好的，頓時凝結因為呢處理不當就會引發衝突哈。我們看一下。川習會千呼萬喚，終於在14號上午10點正式登場。美國總統川普身旁由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財政部長貝森特、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和國土安全顧問米勒共11人出席。中方代表則有中美關稅談判代表、大陸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外交部長王毅、國防部長董軍、商務部長王文濤等人。雙方先針對川習會的大方向發表談話。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機遇，中美關係穩定是世界的利好。雙方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應當做夥伴而不是對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祝賀美國獨立紀念日邁向250週年，話鋒一轉，強調中美應該共同繁榮。接下來很期待與川普針對世界重大問題交換意見。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川普先是大篇幅琢磨跟習近平之間的好交情，接着強調這次隨行的美國企業代表團都是大咖等級，期盼與大陸深化合作的企圖心不言可喻。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川普今天早上大概是10點20分的左右，就在我背後的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正式會晤。
接下來外界把焦點擺在15號上午，屆時習近平與川普茶敘後，就看雙邊協議能否有實質進展。然而，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多數專家研判川習會很難達成全面協議，只要能管控衝突、穩定中美關係，就等於達成既定目標。好，香龍怎麼看？到底今天談得如何？比原定時間多，但是傳出來的，因為川普後來被問，所以談台灣問題嘛還不講，到底怎樣？我想台灣問題是必談，再加上這一次的氣氛，中國大陸給川普要的東西，就是面子真的做給他。從昨天晚上落地的那個規格，那韓正等於是副總統、副國家主席，那去接機，同時副外長，然後大使都在現場。2017年川普到的時候，那時候接機的是當時的外長楊潔篪，那所以這次呢規格又升了一些，因為外長是副國級，但是韓正現在的副主席是正國級，在大陸呢這個差異性呢是存在的。那因為現場的這些的川普要他落地的時候那種非常風光的感覺，那大陸方面呢沒有讓他失望。在全球的鏡頭前面呢，看到他呢非常那個空軍號落地了之後，後面呢全都是呢熱鬧的場面，看得出來呢中國呢精心彩排呢歡迎他。那當然所有的面子給了之後，那裡子的部分呢才是呢真正的大家呢在乎的重點。那我們起碼應該看到，就是說距離川普上次的訪問已經9年，將近10年的時間。這10年一絕川普夢啊！這10年其實國際的情勢、中美的關係，以及台灣如何去在中美關係當中呢重新的思考自己的定位跟未來，是今天的這場的會面當中對台灣至關重要的事情。那川普不說話，川普只有在談到中國問題的時候呢會謹言慎行。這個是台灣要特別注意的。川普不說，那個背後呢一定很複雜，因為以2017年當時歡迎他的楊潔篪，在2021年的時候呢，他們在阿拉斯加，當時是拜登上來的時候，楊潔篪是怎麼對當時的布林肯說的？就是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那但是中國呢不吃美國這一套。那因為這2句話到今天看起來仍然呢主導的中國呢對美的外交政策，中國對美的外交政策的3條紅線，在2021年楊潔篪的一段的對於呢美中關係委員會的這個呢講話裡面呢就是很清楚。第一個就是說呢，對於中國的就是說呢主權跟領土完整這最核心的充分的尊重。第二個，中國的內政是不容你干涉的，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講香港怎麼樣，新疆怎麼樣，然後呢西藏怎麼樣，不要呢去跟我講這些。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規矩跟體制。第3個是呢尊重呢中國的制度和它的發展的道路，不要一天到晚呢想要去改變呢中國的制度。Regime change， 今天美國朗上口的這些的概念或者說政治訴求，在中國身上呢是不可能的被接受的。當然在2017年的訪問，就是看到今天的格局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變化呢真的是非常大的。2017年當時的川普剛上來之後，你會覺得呢他是帶的呢非常滿的籌碼，就是手上盡是手段。今天我要你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要你買你就買，你不買我就打。那因此呢，你看到的2017年的時候呢，中國仍然是用一种的以禮相待的方式呢，在面对2017年川普的反中。但是2018年之後，科技戰、貿易戰，然後呢，所有的這些呢制裁手段呢都開始了，連孟晚舟呢都已經抓了。今天不管呢中國，不管呢習近平和川普之間，你在鏡頭上面呢看到的氛圍如何？今天看起來呢，習近平以我們長時間看他作為一個基本上面線條比較的拘謹的一個國家領導人，今天的習近平如果不是刻意做的，那我覺得今天的習近平是最近我看到的所有鏡頭語言當中難得的輕鬆，似乎有一種刻意讓大家感覺到的輕鬆。那中國畢竟呢，在2017年呢被川普咬了一口之後啊，
一朝被川普咬，10年呢也還是呢會怕川普。所以呢，這次川普來的時候，中國呢固然呢有一些的準備，但是你也看得出來，中國除了呢看着你川普帶來的空軍1號裡面滿滿的。對於呢，當下美國最有代表性的政經人物，許多的第一次都在呢這3天的空軍1號裡面呢被你看到了。但是中美之間呢，真正要談的，畢竟是起碼是未來2年，當呢川普任期還沒有結束前的時候，中美這2個大國關係的頂層架構要出來。這個頂層架構呢，在這2天呢，應該會明朗化。頂層架構出來的時候，我覺得台灣人就要開始認真的想，只要頂層架構定了，台灣的命運就定了。主要習近平他之所以看起来態度比較從容，好幾個理由嘛。第二個是你來看我啊，不是我去看你啊，對不對？這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一個嘛。第二個，孟子梁惠王，收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吾乎？啊，所以你來。第二點是你已經講好，你就是3B 嘛，波音500架，波音飛機，牛肉、大豆，那買就是了嘛，对不對？哎。中國去年賺了美國將近3000億美金的外匯，順差哎，買你這些東西多少錢啊？300億美金、400億美金、500億美金，有什麼了不起啊？哦，所以呢，而且伊朗你可能還要找我嘞，對不對？叫伊朗再回談判桌啊，荷姆斯海峽開放啊等等。所以這些事情他要談的3件事，貿易也是你買我東西，讓我跟我的選民能夠交代，特別農業州牛肉、大豆，我為什麼一再強調這點？大家對美國如果了解的話，期中選舉他最怕把參議員丟了。參議院每個大州小州都是2個參議員，所以你不要看那個牛肉什麼了不起，幾個錢，哎，對那些農業州是很重要的啊，是吧？好幾個農業州，那農民對不對？那個而且農民呢，基本上農業州呢，那個議員呢是最容易連任的，最不容易落選的，跟這個都會這個大都市不一樣，所以他一定要把這個農產品讓中國答應賣，然後呢來穩定他的這個期中選舉。所以3個主題裡面，貿易是要中國現在買他東西，伊朗是要中國幫他，就剩一個台灣問題。所以對習近平來講，我有什麼好緊張的？是你川普要緊張，我等你買你多少東西啊？帶了滿飛機的 CEO， 這麼多的，就表示川普這一次的旅行，他主要目的就是賣東西嘛，就中國大陸開放市場，開放市场。休息再回來。好，比原來預期的這個會談更長，2個小時15分鐘哦，我剛40分鐘，15分鐘。那接着去哪？去天壇哦，去天壇，天壇很有意思啊、哦。對中國來講，天壇很有意思啊、哦。我想去過北京的可能也都去過天壇地壇哈、哦。那另外呢，這個說別具深意在天壇，川普說很棒的地方，中國很美。我覺得川普搞不好也搞不太懂，就是天壇他們講的叫做天人合一哦，因為。像我是工程師了哈，我們工程師訓練的時候人定勝天，哦，從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後，愚公移山，3代移不了，我幾個小時就給你移掉了那種小山，但是後來現在發覺人是升不了天的，還是天人合一比較重要。你把世界地球都破壞了，然後現在搞成這樣，那這個為什麼叫天人合一呢？所以因為上面是圓的，下面是方的，哦，就是上面是圓，下面是方，天圓地方，表示天人合一。哦，然後對天地和諧的追求了哦，所以呢，意思說象徵意義很大，表示中國的歷史多麼長，有延續性，還有文明多麼深厚哦。那所以呢，這個歷史學家說這是再完美不過的背景啊、哦。但是問題是，川普懂不懂？我也很懷疑了。他們只要 beautiful 哦。那另外呢，這個大陸方面報道說，習近平提到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那川普沒有提台灣哦，當然了，要提台灣是習近平提了哦，川普就聽嘛。那另外呢，這個川普說很棒，2小時多的會談，但是有沒有談台灣？川普不講哦，不講。但是我想應該有了，否則怎麼搞2個多小時呢？哈。那《紐約時報》了哈，當然《紐約時報》我認識唱衰川普了，是說呢這次接機的規格比上次降級，因為這次副主席韓正。哦，說韓正位高但權不重。上一次呢，剛剛講過，小暖說楊潔篪，楊潔篪是外交最高的這個領導，而且呢，楊潔篪當時剛當政治局委員，所以說楊潔篪比較重要哦，有實權啊、哦。那另外呢，但大陸方面說是這次規格比較高啊、哦。那另外呢，
大陸也有王牌，就是稀土。說呢，你現在伊朗拿一個荷姆兹海在這手上，搞得川普都沒辦法。大陸有稀土，所以呢，習近平不一定要急着跟川普達成協議啊，你川普對他也沒辦法啊。那另外呢，這個最後做決定的川普本來就是這樣嘛，做決定的就是川普，其他人都做不了決定的。來之前，你不是那個國務卿講嗎？國防部長講，最後就是川普了，他也怎麼樣？就是他哦，他獨斷對中政策，他不是獨斷，他獨斷所有政策了。共和黨的鷹派所以已經不講話了，川普成為共和黨最大的鴿派，因為呢，他做決定哦。那另外呢，為什麼你看得出來？川普自己也說，他這次的那個頂尖的30個，全世界最頂尖的30個公司的領袖我都帶來了哦，而且這個公司如果不夠頂尖，我不要。而且這個公司如果是第2號人物，或第3號人物，我也不要。我只要這個公司最高的人物，能夠做決策的人物，2、3名我都不要。所以我要的，我帶來的公司就全世界最頂尖的，第2名我不要。我帶來的人都是這些頂尖公司裡面的第1號人物。什麼？因為他認為他也是美國的第1號人物。我們看一下。從遠方就能聽見引擎聲響，淺藍色塗裝的美國空軍1號13號晚間7點50分降落北京首都機場。經歷14個小時的飛行，打着紫色領帶的美國總統川普在樂聲當中緩緩步下階梯。這是川普時隔9年再度造訪北京。踏上停機坪迎接川普的是大陸國家副主席韓正、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及美國駐陸大使龐德維等人。經過62秒的問候交談之後，川普舉手示意你先走。此時迎接的青年隊伍手持美中2國國旗揮舞，川普也特別停下腳步。神情愉悅的川普還用右手比出招牌手勢回敬。巡觀裡2輛來自美國的凱迪拉克總統座駕野獸和多輛雪佛蘭休旅車早已停靠在紅地毯盡頭。川普上車後，便在警車的開道之下，從機場直奔下榻的4季酒店。但在此之前，圍觀民眾已經擠爆酒店前的路口。不過，此行隨團成員鷹派掛帥，包含長期對北京立場強硬的國務卿盧比歐，主張美國優先的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及貿易代表格里爾等人。華府智庫也分析，這將是一場按部就班處理特定爭議的例行公事。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的缺席，更反映川普此行可能比9年前低調得多。來看，我想看得出來，美中2大強權領導人見面哦，這一次中國大陸方是給滿最高規格了。我倒不認為說存在那個媒體報道是說有降格的一部分，因為看起來全世界都很關注，所以說沒有這個降低規格的狀況。那但是呢，對於川普來講，其實我認同趙先生剛上一段節目的講法，就是他其實他心裡有幾件事情：第一，伊朗戰爭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定論；第二，半年後11月期中選舉，對他來講，他也希望是說，在這一次5月15能夠有收穫滿滿回去之後，好好專心半年拼美國期中選舉，對他來講也算是政權的保衛戰之一。以及第三，人的生理還是會有影響，就是時差問題。如果說他昨天才抵達到中國大陸，今天早上換算的話，是美國當地就是凌晨的12點嘛，所以說對他來講，當然我相信他的醫療團隊或是相關的這些營養團隊一定給他最好的一個照顧，但是對於生理上一定還是騙不了人。所以有幾個部分來講，也無怪乎今天早上大家會覺得是說，好像相對於川普、習近平是比較游刃有餘。習近平他在裡面有提到一個修習底德陷阱的部分，其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提到。當然，我覺得他在這邊在提出來的時候，其實是有2層意義啊。第一層意義，他在美國總統川普面前還是認為說，美國總統他還是認為美國目前是世界第一，他們中國大陸算是第2，不過已經一直在接近了。第2層意義是，今天是美國總統川普來中國大陸來做訪問，也因此，如果說不是第1名、第2名2個人相差近，或者是說各有所需的話，不會有這個第一來看第2的一個狀況。照理講應該是反過來，所以在這個情況上來講的話，2個互相來講是某種程度上平起平坐。我覺得這凸顯的就是過去到現在
中國大陸這邊也一直在強調一個戰略，就是說美中兩大強权應該是有一個雖然有競爭，但更希望有合作的一個狀況。那我覺得是說，在這一次，川普他帶了17個這個 CEO 啊，哈，本來有人講16個，那後來最後一刻說黃仁勳上機，那當然也有人講黃仁勳一開始就已經安排在這個名單上。那不管怎麼樣，確實，但除了大家比較熟悉的，不管是 Apple， 不管是馬斯克，不管是黃仁勳以外，其實我又注意到有幾個蠻特別的是 Visa 跟 Master， 它這2個信用卡的最大的他們的 CEO 也都出席，還有花旗銀行，所以代表在這一次的一個談判過程當中，他除了談的波音也好，談的這個牛肉也好，是不是也有金融相關的一個部分，這不得而知。但是會從這個會面從原本排定的1個小時變成2個多小時，我覺得這也合理。為什麼？已經鋪陳了那麼久，再加上是說，習近平跟川普2個人可能都是最終決策者，也因此，如果今天有一些溝通的過程，我想這某種程度上對於事件的確認是能夠做決策啦，而不會是議而不決啦。那當然，我們在中華民國立場裡面，我們就要考慮到是說有沒有談論到台灣問題。因為川普今天2個多小時的會談結束之後出來，面對媒體第一時間，我們看到報道是講是說他避而不答，到底有沒有談論到台灣問題，這是媒體請教他。而在川習會開始15分鐘左右，中國大陸的官媒就有釋出一個消息，是說是有談到台灣問題，並且中國大陸有堅持他們的底線。也因此，我覺得還是對於中華民國來講，我們自己也要認清，在美中兩大強權的一個溝通談判的過程裡面，台灣問題被討論到什麼程度，以及有沒有捍衛、保持我們中華民國的核心價值，這是我們所在乎的。好，剛特別我又想起來，剛剛習近平報道說，習近平3次問川普，你怎麼解決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什麼叫修昔底德陷阱？最早是說，當雅典興起的時候，讓斯巴達受到威脅，所以打了仗，那個叫做什麼？這個伯羅奔沙尼的戰爭，就是當一個強權已經在那邊獨霸了，有另外一個強權起來的時候，這個強權忍受不了，怎麼可以有另外強權來呢？所以呢，就容易有衝突。那習近平這話也很有意思啊，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個強權，我已经崛起了，你要怎麼對我？其實這樣的意思哦，就表示我就是強權了，而且我現在就威脅到你了，你要怎麼辦？怎麼解決？要打一仗嗎？還是怎麼解決？哦，所以直接的問哦，就表示你看我越來越厲害了，以前你獨霸對不對？現在我越來越厲害了，那你要怎麼樣啊？其實就這個意思哦。來，淑慧。每一次川普跟習近平不管是通話或者是會面，我們都很關心說怎麼談台灣問題哦。那大家可以看到，永遠都是大陸的官方哦會去大書特書說啊，我們談了什麼台灣問題，我們的原則是什麼，我們的底線是什麼。但是美方這邊永遠都是不置可否，含混其辭哈。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對於北京來說，台灣問題是他心裡面最軟的那一塊，或是最敏感的神經，他最 care， 所以他一定要去表態說，我跟川普表達了我台灣態度。但是對川普來說，台灣對他來說就是一疊的賬單跟報價單啊，他永遠在思考我要拿台灣跟台灣要什麼利益，跟北京要什麼利益啊。所以當習近平在講台灣問題的時候，他也不置可否；但講完以後，大家對外表態的時候，他也不置可否哦，讓台灣保持一個模糊的想象哦，美麗的空間，覺得你看川普沒有把我們賣掉啊，所以我們轉眼又去跟他買軍購，讓大陸也保持一個美好的想象，就是川普可能不會介入太深，只要我們繼續跟他做事情，跟他買東西。所以每一次在台灣問題的時候，包括今年他們的一次通話跟這一次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哦，美國都沒有太過琢磨，但是大陸都說我們有談啊，我們談的是什麼哈？所以這個是給台灣一個警訊，就是川普對於台灣不是他心裡最敏感、最 care 的那一塊，而是他心裡面那一疊賬單跟報價單。他永遠在思考，面對習近平我可以要什麼，面對賴清德我可以要什麼啊？那這一次川普帶了17個這個高科技的 CEO 哦，對內他可以顯示說，我可以幫你賺錢，我可以幫美國的科技產業賺錢。對大陸，他也釋放一個訊息是，我願意跟你做生意，好，看你給我什麼。為什麼？大家不要忘了，從川普的第一個任期2016到現在，川普對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其實是採取全面封殺跟圍堵，包括說禁買大陸的一些華為或者是一些特定的產品，然後到限制大陸取得高階晶片，到結合他的盟友說不准把人才資金
流入大陸的這個高科技產業。然後現在突然又帶着一個高科技的訪團 CEO 到大陸去，過去是我不買你的東西，我也不幫你發展產品，然後現在變成說啊，但是我要你的市场，好，我要把我美國的商品、美國的晶片賣到大陸。我覺得可能跟他們這幾年、這10年的長期封鎖，結果有一些反作用力，譬如說輝達的晶片。在大陸的市占率就快速的這個跌落，然後搞得黃仁勳自己就抱怨說，美國的這個封鎖政策是錯的。所以我們從這個川普的種種的舉動就可以看出來，他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生意人，而不是國家領袖。本來黄仁勳是說沒有要去的，每個媒體都這樣報道。最後一刻，川普突然 call 他，趕快跟我一上飛機，在哪裡上的？阿拉斯加。我想可能空軍號在阿拉斯加要加油，空軍要降的時候，黃仁勳趕快。背一個那個像學生一樣那個背包，趕快匆匆忙忙跑到阿拉斯加去，到底怎麼回事？休息一下再回來。